亲爱的客栈4还没正式上线，关于它的讨论已经像海花岛清晨的潮水，一浪高过一浪。有人说这是近年来最去滤镜的一档慢综艺，也有人质疑所谓的真实不过是更高级的叙事设计。但无论站在哪一边，都很难否认这一次以王鹤棣为中心的这家临时客栈确实活出了某种久违的烟火气。从凌晨4点半开始，这种烟火气就已经蔓延。海花岛的风带着咸湿的味道，王鹤棣蹲在码头尽头和船老大压架的画面，被不少路透称为本季封神镜头。没有精致造型，没有灯光布置，甚至连准备的痕迹都没有。他只是很自然地进入了一个角色，不是艺人，而是一个要对成本负责的经营者。有网友在弹幕里写道，以前看他觉得是霸总脸，现在才发现是打工人魂。双引号。但也有人不以为然，镜头再远也是镜头，综艺哪有真正的素颜时刻？双引号。争议从第一帧画面就开始了。如果说王鹤棣代表的是执行力，那么秦岚则更像是这家客栈的质感把控者。他的出现没有热闹的综艺感，却带着一种几乎苛刻的生活标准。有人调侃他像来验收5星级酒店的神秘客，但也正是这种细致，让整个客栈从一开始就有了不一样的底色。关于他坚持更换60只长绒棉床单的细节，在社交平台引发了2极评价。支持者说，这才是专业，细节决定体验。双引号。反对者却觉得，综艺而已，有必要这么较真吗？是不是在立人设？双引号。甚至有一条高赞评论写道，秦岚的温柔是带价格标签的温柔。双引号。这句话被转发上万次，也让讨论从节目内容延伸到了明星真实与表演的边界。而在另一边，沈月则悄悄完成了他的隐形叙事。他不争镜头，也不抢话题，却用一本随身的小本子把整个节目重新构图。那些被观众误以为是偶然的美好瞬间，鱼鳞反光、碗底小字、逆光海面，其实都来自他的提前设计。有观众惊叹，他把综艺拍成了电影。双引号。但也有人提出质疑，既然是设计，那还算真实吗？双引号。甚至有人直言，这不就是另一种剧本？双引号。于是，一个有趣的悖论出现了：当真实被精心设计后，它究竟更真实，还是更虚假？相比之下，白鹿的存在则显得更加直接，甚至带点野。他不掩饰自己的胜负欲，从冲浪到厨房，从镜头前的热搜金句到镜头后的米烂计划，他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让这家客栈活下去这件事上。这玩意儿比炒 CP 带劲。他那句半开玩笑的话被网友反复解读，有人觉得这是对流量逻辑的反讽，他在用行动证明内容比话题更重要。双引号。也有人不太买账，说得好听，最后热搜不还是他？双引号。在一次关于白鹿是否过度营业的投票中，支持与反对几乎5-5开。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米烂成为了节目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爆款产品。有人评价，这是综艺史上少见的从0到1的内容变现。双引号。也有人冷静指出，这恰恰说明节目是被精心设计过的，不然怎么会这么刚好成功？双引号。当争议不断发酵，节目真正的核心机制才慢慢浮出水面对账。这一规则让所有人不得不面对一个最现实的问题：盈利。王鹤棣写在黑板上的那句话，想吃饱先赚钱，被不少网友截图保存，甚至衍生出各种表情包。有人说，这是本季最真实的一句台词。双引号。
但也有人反驳，这不就是资本逻辑的浪漫化表达吗？双引号。于是，亲爱的客栈4开始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双重面貌。一方面，它是温柔的，是关于海风故事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另一方面，它又是冷静的，是关于成本、利润和生存规则的推演。这种矛盾在暴雨停电的那一夜被推向高潮，没有灯光，没有布景，甚至连节目流程都被打断。几个人坐在走廊上，借着应急灯聊起各自的低谷。秦岚谈年龄焦虑，沈月提及投资失败，白露笑着说标签难撕，而王鹤棣讲起奶茶店倒闭的那一刻，没有煽情，也没有总结，只是一个简单的画面，他蹲在垃圾桶旁边，喝着自己做的珍珠奶茶。有观众评论，这一刻他们才不是明星。双引号。但也有人依然保持怀疑，越像纪录片的片段，越可能是精心安排。双引号。这种不信任，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节目的一部分。它让观众不断参与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被设计的。杀青那天的处理，则再次引发热议。王鹤棣把净利润捐给渔村小学，并拒绝拍摄捐赠过程。这一举动被不少人称为最有分寸的善意。支持者认为，真正的善良是不需要被展示的。双引号。但质疑声同样存在，既然不想拍，为什么要让观众知道？双引号。甚至有人提出更尖锐的问题，不拍是不是另一种更高级的表达？双引号。关于善意是否需要被记录的讨论一度冲上热搜。有人引用一句话总结，当所有表达都可能被解读时，沉默本身也是一种叙事。双引号。最终，亲爱的客栈4留给观众的不只是一个关于经营的故事，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明星，也照见了观众自己。有人在里面看到了努力与真实，有人看到了表演与策略，有人被治愈，也有人更加清醒。或许正如结尾那行字幕所暗示的，生意继续，人生继续。而所有的争议、礼节与误解，也会像海花岛的潮水一样，一次次退去，又一次次归来。然而，故事并没有在杀青那一刻真正结束。当镜头停止，讨论才刚刚开始。在节目尚未正式上线前，关于亲爱的客栈4的路透、剪辑片段与文字爆料，已经在各大社交平台形成了一种预热式舆论场。而这个舆论场的核心，不再只是节目本身，而是围绕着几位嘉宾，尤其是王鹤棣展开的一场关于真实人设与综艺表达的集体讨论。有观众敏锐地指出，这一季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刻意制造冲突，没有传统综艺中常见的矛盾剪辑，没有情绪被放大的争吵桥段，甚至连名场面都显得克制而内敛。它更像是一种缓慢渗透的叙事，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但正因为如此，也有人觉得节奏过于平淡，像在看一部没有高潮的纪录片。这是某平台上一条高赞评论，而另一条回复则写道：不是没有高潮，是你习惯了被喂高潮。双引号。这种分歧本质上是观众观看习惯的碰撞。过去的综艺强调刺激与反转，而亲爱的客栈4试图回归过程本身。可问题在于，当过程成为内容时，它是否还能持续吸引注意力？有人把这个问题抛给了沈月，因为在很多观众眼中，他正是过程感的代表人物。他的存在不张扬，却不可或缺。一位影像从业者评论道：沈月的价值在于他让普通变得有被记录的意义。双引号。但也有人并不认同，如果需要靠设计来让普通变得特别，
那它本身就不普通了。双引号。同样的争议也围绕着秦岚展开，她的高标准到底是专业还是表演？有人在长评中写道：“秦岚让我意识到，所谓温柔，其实是一种高度自律后的外化。”双引号。而反对者则更直接，她不是温柔，她是精致。双引号。甚至有人提出一个更耐人寻味的观点：观众喜欢的不是秦岚本人，而是秦岚式生活的投射。双引号。这句话引发了大量共鸣，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核心问题：观众在看综艺时究竟在看什么？是人，还是人所代表的某种理想状态？在这一点上，白鹿似乎提供了另一种答案。他不试图成为某种理想，而是把所有的不完美都摆在台面上。会摔倒，会唱错，会算错账，也会因为一碗米烂而兴奋得像个孩子。这种不加修饰的表达，让他获得了大量好感。他让我想起刚工作的自己。一位网友这样写道。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同的声音出现，这种真实是不是也是一种策略？双引号。有人分析他的每一个高光时刻，认为节奏过于精准，也有人觉得他的松弛其实是建立在对综艺规则的深刻理解之上。于是，关于天然与设计的讨论再次回到原点。而在所有争议中，王鹤棣始终处在风暴中心。他被称为最不像明星的明星，也被质疑最会做真人秀的人。支持者认为，他的投入与责任感让整个节目有了骨架。没有他，这家客栈可能早就散了。这是一条被点赞数万的评论。但反对者却提出，正因为有他，节目才更像一场精心策划的商业实验。双引号。甚至有人用一个颇具争议的词来形容他综艺型人格，意思是他不仅适应综艺规则，甚至能够反向利用规则去构建一个更完整的自我表达。这个评价引发了激烈争论。有人觉得这是赞美，说明他聪明、有边界、有掌控力。双引号。也有人觉得这是质疑，那他到底是在生活还是在表演？双引号。或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答案，因为在当代综艺语境中，真实从来都不是一个绝对值，而是一种不断被协商的结果。节目组提供框架，嘉宾进行填充，观众再根据自身经验进行解读，三者共同构成了所谓的真实。而亲爱的客栈4的特别之处恰恰在于它没有试图掩盖这一点，它让规则存在，也让情感流动，让计算发生，也让失控出现。比如那场暴雨停电，有人后来复盘说那是本季最接近纯粹真实的时刻，但也有人指出，正因为不可控，所以才显得真实。双引号。这句话听起来像悖论，却精准地概括了节目带来的观感。观众并不一定需要绝对真实，他们需要的是相信这是真的。而这种相信，往往来自细节，来自一件被汗水浸湿的 T 恤，来自一张被反复摩挲的账本，来自一句没有被修饰的自嘲。这些细节让人愿意暂时放下怀疑。当然，也有人始终保持清醒。他们在评论区提醒，不要过度带入，综艺终究是综艺。双引号。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在讨论，在分析，在试图理解。或许，这正是亲爱的客栈4真正的成功之处。他没有试图让所有人喜欢，却成功让所有人参与。当最后一帧画面定格在空荡的客栈，风铃轻响，黑板上的那句话依旧清晰：想吃饱，先赚钱。双引号。有人觉得这是现实的冷峻，有人觉得这是成长的必经。而字幕缓缓落下，10月上线，
不带滤镜。双引号，这句话本身也成为了新的讨论起点。不带滤镜，真的可能吗？双引号，还是说这只是另一种滤镜？双引号，问题依旧悬而未决。但也许答案并不重要，因为在这场关于真实与表演的漫长拉锯中，每一个观众早已在不知不觉间给出了属于自己的解释。